以为七仔是地主家傻儿子，没想到这小子竟有800个心眼子，小眼睛滴溜，一转心思全写熊脸上。作为熊猫界最不好惹的黄毛，自从把老丈人阿宝的耳朵改成扳手后，七仔在熊界、猫界、熊猫界的风评一夜之间骤降。阿宝到处跟熊说这混小子有暴力倾向，以至于七仔每次靠近新邻居乐乐后，对方都吓得躲得远远的，并且还经常摸摸自己耳朵在不在。从那以后，被孤立后的七仔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，总觉得有刁民要害人。正在吃东西的他不知听见了什么动静，竹子也不吃了，眼睛就开始滴溜转，耳朵跟个雷达似的接收周围声音。这要是哪只小熊在背后嚼舌根，下场还不得跟阿宝的耳朵一样。这天七仔正在努力的干饭，突然听到门外的奶爸在说话，于是他立马竖起耳朵仔细听，看看对方是不是在说自己坏话。可以说七仔现在看人都不拿正眼瞧，满脸都是写着蔑视和不屑，听到一点动静眼睛就滴溜转，就算是路过的狗都要被他白一眼，浑身上下800个心眼子全写脸上。现在七仔睡觉都睡不踏实，别的小熊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可七仔却为了防止有熊搞偷袭，睡觉都举着2个手，时刻处于警惕状态。当发现有游客偷拍自己时，他直接一个白眼翻上天，仿佛在说拍什么拍，没见过熊吗？就冲七仔如此嚣张的样子，难怪这小子没朋友。不过尽管七仔咬伤阿宝后熊原不怎样，可他的暴脾气却一点没收敛，别的熊猫都是被吓出狗叫，然而七仔却因奶爸不给自己吃的气到狗叫。只见七仔整只熊趴在大铁门上，朝里面的饲养员疯狂狗叫，好像在说朕已经1分钟没吃东西，快给我拿笋笋盆盆奶来。而当听到有人吐槽自己露屁股沟时，不高兴的七仔立马呲个大牙凶对方。啊，你看那个屁股膏。倒是挺多。虽然他都是个14岁的大小子，但七仔还是整天抱着盆盆奶喝，只可惜棕色没有黑色显瘦。这小子300斤的体重全都暴露无遗。流女星花花到底有多受欢迎？孟鹤堂谈到花花像极了在安利喜欢的明星，我们要去看花花，要一会儿排一会儿队，好不好？不过由于女顶流的人气实在太高了，导致他和杨迪、杨超越并没有看到花花。哈尼克兹表示，在所有的大熊猫中，他只能认出来花花。花花，过来！在熊猫里面，其实我只能认出来花花，因为它特别有特点，非常的可爱，因为它会比所有的熊猫都矮一点，浓缩是精华。当龚俊被问到什么时刻会被萌到，他脱口而出看花花。最近看花花太可爱了，这东西特别可爱，还用这个手在这接着啊，掉出来还吃。陈小云则是花花的亲妈粉，当花花还是个仔仔时就开始关注，如今亲眼看着她从霸王花成为女明星。躺着刷抖音，看花花我真的是看花花的时候，她还是个小婴儿。以前我就很喜欢大熊猫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她。但我再关注的时候，她就变成了女明星。那时候就经营好像大概3个熊猫吧，然后她就在婴儿床上，她那时候还很小，然后她就刨她的小后腿儿。而花花的人气之所以这么高，跟她超高的辨识度自然分不开。撒贝宁直言，花花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个三角饭团，它是真的是个三角形，而且是个等边三角。臀熟脸短胖炸毛没脖子，并且还是自带蓬蓬裙的小公主。此外，花花的黑眼圈也很有特点。花花那个眼睛那一圈黑的呢，面积比较大，就是她的这个眼线呀画的，眼影画的比较大。就连研究大熊猫多年的专家都直言，像花花这样的小熊很少见。这长成这样的熊猫是不是也不多见？就三角形的，确实是，它特别像一个粽子。对。确实是长得很可爱，难怪基地的保安直言，花花是3000年才出一个的美女熊。而除了无敌的美貌外，花花还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带大过众多大熊猫的谭爷爷都表示，花花是性格最好的小熊。花花性格好，就是给他一点吃的，人就可以进去给他抹脸子。由于女明星吃东西很慢，所以经常被土匪夺笋。可即便如此，花花也从来不会生气，最后甚至还会把笋笋拱手相让。不仅如此，花花和小叶子的姐弟情更是圈粉无数。虽然荷叶经常会熊来疯吓唬姐姐，但更多时候他就像骑士一样守护公主花花。当花花身体不舒服躺在他的怀里时，小叶子会一动不动给姐姐当靠垫。察觉到花花情绪不对后，瓜弟弟会立马牵起姐姐的手让她放心。姐弟俩会经常依偎在一起相互陪伴。真希望最好的花叶姐弟永远不分离。生3胎还能让饲养员晋升喂饭，教育不听话的仔仔只需一个眼神杀。大熊猫凤仪的脾气有多变幻莫测，
2014年，大熊猫凤仪和福娃一起前往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，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。在这里，凤仪每天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不仅竹子贴心劈好，竹笋还剥好皮，就连水果都切成块。为了防止大熊猫夏季中暑，马来西亚动物园还斥资10几万为凤仪购入了豪华冰床。虽然成年大熊猫有领地意识，但奶爸们却可以随意进出凤仪的活动场。每天下班时还会有温柔的叫醒服务。当睡觉的凤仪遇到加餐时，奶爸还会轻轻抚摸它，告诉凤仪窝头放在了木架上，如果不饿的话，它就会接着睡。等到下午，奶爸又给凤仪拿来零食，贴心的全部摆在木架上，凤仪就乖乖坐着等奶爸。对方临走前还让他摸摸自己的头。当初暖暖出生后，工作人员为了给他做检查，竟直接进入到凤仪的笼子，把幼崽从他的手中拿走。凤仪也只是起身追了一下，意识到拿走娃的是最爱的奶爸后，她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了。由此也能看出凤仪有多信任对方。要知道，待宰的熊猫妈妈领地意识更强，但马来西亚的奶爸却可以随意靠近母女俩，近身给他们喂东西时，等到下班的时候，凤仪放心的把闺女生意交给奶爸，然后自己先一步走回家。只见奶爸这个人形座驾全程抱着小公主回去。如今17岁的凤仪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了，但还像个小公主一样，浑身上下白到发光。而这想必离不开奶爸们的悉心照顾。虽然温柔的凤仪妈妈的母性很强，但生起气来也能让熊不寒而栗。当调皮的小生意打扰妈妈干饭，还给了妈妈一个大耳刮子后，凤仪直接脚一勾，拿起竹子，一个眼神杀就吓得小生意慌不择路。原来这就是来自亲妈的血脉压制。而当生意在地上打滚，把自己弄成脏熊，然后去爬妈妈最爱的冰床后，望着黢黑的冰床，气得凤仪妈妈咬住他的后脖梗，一路拖到水池旁，然后不由分说直接把熊孩子丢进去，按着小家伙在水里好好洗了一番，这才把生意给叼上岸。不仅如此，凤仪的母爱也有滑坡的时候。当暖暖坐在冰床上开心的炫着胡萝卜时，凤仪妈妈突然从背后搞偷袭，直接把暖暖从上面顶了下去。谁料滑下去的小家伙还淡定吃着胡萝卜，果然在美食面前，即便挨打也不重要。如此贪吃的暖暖，也难怪因为挑食让马来西亚拒绝续约。如此可爱的凤仪一家，网友们爱了吗？看到在野外受伤的大熊猫倩倩，委屈巴巴地抓住饲养员的手，才明白最好的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。2015年，倩倩迎来自己的野培之旅，奶爸带着她朝山上走去，来到了栗子坪自然保护区，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竹子，对大熊猫来说简直就是天堂。给倩倩戴上定位器后，奶爸就离开了。初到这里的她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倩倩不仅会惬意地躺在树林里干饭，还学会了倒挂金钩吃竹子。几个月后，倩倩肉眼可见胖了不少，看到她已经完全适应了野外生活，于是奶爸放心地把她引入更深的山林。倩倩似乎预感到自己将要和奶爸分离，于是她故意在后面走得很慢，一人一熊穿过茂密的竹林，爬上了更高的山后，终于来到了大熊猫的最佳栖息地。根据前期的观察，奶爸相信倩倩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然而3个月后却传来了坏消息，倩倩的颈圈竟然24小时没有移动了。救援队立马深入山林寻找她的位置，人们穿过一片片茂密的竹林，经过2天2夜的寻找，跟随信号来到了一棵大树下面。救援队推测倩倩很可能躲在树上，于是赶紧派人上去查看，果然在上面发现了她。然而任凭救援队怎么呼喊她的名字，倩倩都一动不动。此时他们推测倩倩很可能受伤了，并且还受到了惊吓。为了避免再次刺激到她，救援队就在树下守了一夜。天亮后，工作人员拿来了她最爱的蜂蜜水，饿坏了的倩倩立马大口大口喝了起来。喝完后，她看到了下面熟悉的奶爸，于是立马从树上下来。倩倩坐在地上一直在舔手掌，奶爸翻过来一看，发现她的手背也受咬伤，已经感染了。倩倩把手掌放在奶爸手上，像孩子一样诉说着自己的委屈，然后又抬起受伤的脚让他看看。另一位奶爸看到后也心疼坏了，他脱下自己的雨衣盖在倩倩身上。倩倩摸了摸奶爸的脸庞，似乎在表达对他的思念。随后倩倩被注射了镇静剂，抬下山送往基地治疗，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很快就痊愈。工作人员决定再次把她送到野外，在奶爸的鼓励下，倩倩慢慢的朝山林深处走去。奶爸会经常带好吃的去野外看望她，而经历了上次的事情后，倩倩也明显成熟了不少。每当听到异响后，她就会警惕地看着四周，然后一溜烟地爬到树上躲避危险。一年的冬天，人们拍到了倩倩在雪中散步，圆滚滚的她看得出在野外生活得很好。大熊猫的归宿也从来不是动物园，而是美好的大自然。但以后如果倩倩有需要，相信奶爸一定还会出现在她面前。只希望勇敢的倩倩宝贝要健康快乐活下去。打败花花的只有花花小时候，宝宝花到底有多可爱呢？花花一出生就是炸毛，并且脚上还自带白蕾丝边袜子，笑起来眼睛亮亮的，软乎乎的，就像是一个毛绒玩具。当奶妈把花花放到小木床上时，她最喜欢的就是静静探索周围，时不时来一个无敌旋风花头，因为没少欺负别的熊。
花花还有个霸王花的称号，在外场给花花一根树枝都能啃半天。有时他会四仰八叉躺在木架上，注视着外面的姨姨们，然后翻一个身乖乖的趴着。果然比花花更可爱的只有花花小时候。当花花第一次吃笋时，2只小胖手抱着笋一直啃，可怎么都咬不开，能看出连脚都在用力，最后好不容易咬开了，但一口都没吃进肚子里全掉了。然后花花换了一根大号笋，可这根比刚才的还难咬。圆润妈妈看到后立马过来阻止，毕竟花花还小，不能吃大笋。不仅如此，小时候的花花玩起吊床来都处处透露着可爱。小小的她在上面摇摇晃晃，嘴里面不知在嚼着什么。坐下来后，花花一脸呆萌地望向天空。如此可爱的小熊，谁看了不心软软？花花小时候的背影就是一个三角饭团，现在也不过是等比例放大了。可以说女明星单是一个背影就迷倒一大片，难怪保安大哥都夸花花是3000年才出一个的美女熊。小时候的花花还很喜欢黏着发箍奶爸，她会主动把头靠在奶爸怀里使劲蹭，然后深情地望着对方，并且花花还经常跟发箍奶爸撒娇求抱抱。没想到花宝鸡的力量将那么大，直接将对方扑倒了。奶爸起身后，花花还继续黏在他身上。当花花和小叶子在木架上玩树枝时，谁料花花一不小心倒栽葱掉了下去，并且扑腾了半天都没起来。不愧是我们的笨蛋美女熊，并且花花公主从小还很励志，不到1岁的她在下雨天仍在努力练习吃笋，爬木架、爬树，无论跌倒多少次，花宝鸡都永不言弃。这样的花花恐怕没有人能拒绝。猫脸型大盘点，到底哪一只才是你的心上熊？萌完蓬蓬脸，刚出生的萌儿圆圆的脑袋，毛茸茸的身体像极了玩具公仔，并且还是自带微笑唇，看起来就很乖。小时候奶凶的他，狠起来连自己都摔。花花豚鼠脸，就连谭爷爷都夸大胖孙女脸好看。花花脸是好看，找这个嘛，找花花公，你们看脸好看是不是？除了脸型有特点外，花花还短胖炸毛没脖子，并且还是自带蓬蓬裙的女明星，再加上好脾气，瞬间俘获了大批猫粉的心。香果圆规脸，小香果有一双卡姿兰大眼睛，黑眼圈是长条形的，看起来有点委屈。标准的大圆脸，颜值相当抗打，可以说没有熊比香果果的脸更迷。梅兰肉肉横向鹅蛋脸，胖乎乎的大脸蛋，谭爷爷直言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就梅兰嘛，最大的就看到最大的脸，然后嘴巴有点尖。肉爷好像感觉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感觉是长得顺一些，长得紧扎一些。肉肉最喜欢吃的就是南瓜，听到一点动静后还会把南瓜藏起来，看到有游客拍照还会乖乖摆好 pose。此外，肉姐的笑声可是相当魔性，不愧是300斤的体重发出的声音。飞云仓鼠脸，大大的花生，黑眼圈，圆圆的仓鼠大脑袋，熊猫界的萌妹代表非她莫属。虽然飞云有着天使的脸庞，但却有着壮汉的身材。300斤的她简直像个超大号美妆蛋。振生菱形脸，还曾因撞脸冯巩老师火出圈，并且振生可是指地道的养生熊，没事的时候喜欢打坐冥想，偶尔来一组平板支撑强身健体，主打的就是修身养性和自律。宝圆正方形脸，熊猫界典型的方脸小熊，还因此被猫粉亲切称为小方。奶爸经常吐槽他吃的多，但脸就是不圆。小将自行车坐脸，21年出生的他现在到了抽条尴尬期，一整个小 V 脸，越看越像自行车座。还有网友调侃明显是阴影打多，并且小将的姐姐小鲁之前也是典型的瓜子脸，只不过先弟弟一步过了尴尬期，姐弟俩用事实证明大熊猫有尖下巴没有圆脸好看，但男大18变小将未来可期。北川正宗3蓝脸，由于北川特别爱吃深夜竹子自助餐，这天他看到隔壁房间有一筐竹笋，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北川拖到跟前，而他的大脸盘子正好是3个栏杆的宽度，也因此戏称北川是3蓝脸。圆小黑帮大佬脸，尤其是吃起竹子来一脸凶相，说是手上有几条熊命都有人信。而圆小的饲养员则是人高马大，一人一熊走起路来，黑帮大佬的气势扑面而来。果然是谁养的大熊猫就像谁。网友还知道哪些有辨识度的大熊猫呢？于可于爱的洗澡画风差距能有多大？给于爱洗澡，小家伙主打逃跑，2个半人负责按，半个人负责洗。网友辣评：这场景太像杀猪的了，能看出于爱真的是用尽全力生胖起，一直在咬馆长和饲养员。好好的国宝愣是给气成了松狮。然而于爱在这边和奶爸斗智斗勇，哥哥于可却在后面啃着美味的竹子，悠哉悠哉的吃瓜。最后洗完澡的于爱还在生气，追着刚才使劲按自己的馆长满院子跑，让他刚安稳了半个月，于爱又被馆长和奶妈抓来洗白白了。为了洗干净，这次还用上沐浴露，可刚抹上，于爱就更生气了，气得骂骂咧咧，甚至都狗跳了出来，心想光天化日下给本少女洗澡，到底还有没有完？
能看出他真的全身都在抗拒。于可和上次一样，全程当吃瓜群众，在后面开心的玩起了小板凳。最后好不容易逃脱魔爪的于爱赶紧溜了，没曾想馆长竟拿着水管过来伺候，气不打一处来的于爱立马从树上下来要找对方报仇，结果竟被妈宝小熊于可哥哥给按住了。等到于可洗澡时，于爱也当起了吃瓜群众，并且还找了个绝佳的观赏位置。虽然于可没有那么生气，但也不想被妹妹看热闹，小手一直示意馆长也给于爱洗洗。知道对方忙着没空搭理自己，小爱满脸得意，仿佛在说就不洗。然后他还故意探了探头，看看哥哥于可的洗澡进程，真是气死熊不偿命。然而谁能想到奶爸奶妈正常给大熊猫洗澡，却被某些网友举报此举是为了取悦游客。对此，重庆动物园亲自下场解释，表示因为前几天下雨，于可于爱的屁股处沾了很多脏东西，并且毛都打结了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很有可能滋生小虫。最后在兽医的建议下，还选择用大熊猫专用的沐浴露给于可于爱只洗了屁股那部分，并且还补充到2小只现在还比较小，刚开始接触洗澡，所以才不太配合。如今适应的于可已经洗澡洗上瘾了。这天馆长给他洗完冲凉时，他直接从对方手里抢过水管自己洗。不过虽然于爱还没适应洗澡，但最近小家伙可是迷上了泡澡，并且对奶妈给的小黄鸭爱不释手，每次抱着它都能在水池里泡好久。只希望那些圣母心泛滥的网友不要随便质疑真正爱大熊猫的饲养员。见过一盆熊猫吗？大熊猫振声算是把玩具玩明白了。要知道三太子萌兰也有一个盆盆玩具，不仅能浇树当水杯，天气太热的时候还能充当遮阳帽，甚至还被萌儿当成越狱的作案工具。但振声却让网友看到了与众不同的玩偶，谁能想到他竟把自己装到了盆盆里，感觉他已经把盆当摇篮床用了。不得不说振声是懂发明的。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好可爱，想打包带走，并且振声玩滑滑梯主打一个别出心裁，别的小熊都是乖乖坐好从高处滑下来，振声偏要倒退着从滑梯上走下来。众所周知，振声是指地道养生熊，经常在树上打坐冥想，有时还会来个高难度的倒挂金钩4口熊声，主打一个修身养性，真正诠释了做熊就要心平气和。并且振声还学三太子萌兰健身，轻轻松松就能来一组平板支撑。咱就是说，振声你可是女熊啊，这么帅还给不给男熊留活路？网友看到这一幕直接辣评，难不成功夫熊猫要拍第3部了？振声真是敬业，还没开机就提前进入角色。还有网友表示怎么看都像园长扮的，为了动物园的 KPI 真是辛苦。此外，大熊猫振声还长了一张明星脸，前段时间就因撞脸冯巩火出圈。大熊猫振声还是只喜欢听八卦的熊熊，这天正在吃竹子的他突然停下偷听饲养员的谈话内容。角度调一下，哪个角度调一下？这角度还要怎么调啊？就靠它这个架子蹬在地上已经最近了，这还怎么调啊？一个我的再拿在手上，这个架子蹬在地上，听啥呢？你别听我说话，听你的。听了半天，感觉和自己没什么关系。振声又开始大快朵颐吃起手中的竹子。不仅如此，振声还非常听奶妈的话。当口渴的他想喝沟里的水时，奶妈发现后及时制止，并告诉振声楼上有水可以喝。这个水不喝啊，要喝就喝那边的啊，这里水不喝啊。这个水不喝啊，要喝就喝那边的水啊，楼上也有水。听懂的他真的乖乖上楼喝水去了，但在奶爸面前，振声可就没那么听话。这天想出去玩的他一直守在门口，但奶爸非要振声先吃饭。行，乖乖，来把馍馍吃了，乖乖。是啊，是啊，来把馍馍吃了，乖乖。最后看到对方都快急哭了，于心不忍的振声这才过去吃饭。此外，振声是一刻都闲不住，奶妈一个没看住他就爬到了窗台，感觉他能和萌兰 PK 一下越狱技能。而振声的撒娇兔子舞家咬手手，可爱的小模样萌化了大批猫粉。如此可盐可甜的振声，网友爱了吗？如果说大熊猫战力有段位的话，那么硬气叉腰的雪宝可以直接封神。眼前的2只小熊正是生活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的雪宝和千金，其中雪宝的后肢力量非常强，每次饲养员给它做喂食训练时，小家伙直接前脚一蹬，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并且还朝奶爸的方向稳稳走了好几步。他自创的叉腰动作还萌翻了众多猫粉。但是雪宝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硬气，这天饲养员喂它时，小家伙站起来直接扑倒了对方身上，无论奶爸怎么拍他的小手都不松开，满脸可怜样，似乎在求对方自己还想要吃果果。不过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下，奶爸之所以引导小家伙站立吃饭，是为了训练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大大提高以后自然交配的成功率。只希望某些圣母心泛滥的网友不要投诉奶爸是在强迫动物表演，毕竟后肢训练每只大熊猫都必须进行。雪宝2017年出生，是大熊猫丝血的长子，
小家伙除了会独特的叉腰战外，最出名的特点就是头特别大，还因此被称为熊界雷佳音。每次看到奶爸拿皮尺量自己的头围，抗拒的雪大头都吓得瑟瑟发抖。这回正在吃笋的他还直接给噎住了，看来雪胖子也是要面子的。不仅如此，雪宝还是个典型的耙耳朵。当被青梅竹马千金吼的时候，怂怂的他一声不吭猫在下面，最后干脆直接摆烂躺在木架上。但其实也怪不得人家千金吼他，毕竟这小子不太懂得怜香惜玉。当饿急眼的雪宝看到千金正在吃着美味的笋笋时，不管不顾的他直接冲上去从人家手里抢过。即便千金被气出狗叫，雪大头也丝毫不理，一心只想着干饭。偶尔调皮的雪宝也想着逗逗千金，可他跟人家玩的方式却是打架，只能说再这样下去，雪大头可要凭实力单身了。但雪宝似乎一点都不害怕没熊陪自己，毕竟他自个就能玩得很开心。当别的小熊都在午睡时，精力旺盛的雪宝把自己最爱的大红陀螺推到木架下，然后一屁股坐上面。幸好陀螺有绳子拴着，否则雪宝还不得推着他满屋子跑。如此可爱的雪大头，各位网友爱了吗？我最喜欢我萌萌崽，萌崽好乖的，脸好圆的，这一届里面脸最圆的吧。三太子萌兰小时候到底有多可爱？眼前这只四仰八叉躺着的玩具公仔，正是三太子萌兰小时候。圆圆的脑袋，毛茸茸的身体，这样的小熊谁看了不心软软？果然比萌兰更可爱的只有萌兰小时候。当喝盆盆奶时，别的小熊都是正常跑过来，但三太子就是要别出心裁，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迎接他的盆盆奶。身为战五渣的他，为了防止其他小熊抢自己的盆盆奶，萌兰就独自一熊躲在木架后面去喝。不过萌兰虽然是战五渣，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脾气。这天他看到摄像大哥在拍自己，奶凶奶凶的萌儿上前就要打人家，结果一连2次都扑空。有点害怕的萌兰开始往后退，看到一旁的庆大后，还拉着好兄弟要联手打对方。不感兴趣的庆大待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被逼无奈的萌兰只好独自再次反击，结果又一次扑空的他彻底死了。直到拍摄结束后，小家伙都一脸怒气，这点从萌兰哀怨的小眼神就能看出。不仅如此，小时候的萌兰连爬树都透露着可爱，等到他成功征服一棵小树时，萌儿还会在上面练习倒立。看来三太子的倒挂金钩从娃娃就抓起了。这天萌兰准备去逗一下独自玩的柯小，结果被对方一声河东狮吼吓到撒腿就跑，好不容易连滚带爬到一棵小树前，准备爬下树缓解尴尬，谁料刚抬腿就又摔了下来。而当小萌兰听到谭爷爷喊自己回家时，他一路狂奔，嘴里还回应着爷爷。为了不让谭爷爷等太久，机智的萌儿还学会了超劲跑。跑累的他想停下休息一会，但听到爷爷的呼唤后，又开始熊不停蹄的往家跑。不愧是让谭爷爷最省心的小熊。当萌儿回到宿舍休息的时候，看到奶妈忘了给他关门，萌兰还会贴心的自己把门带上。而要说三太子的可爱名场面，就不得不提他初到北洞的时候。当初萌兰因为谁也不认识加上社恐，就一直吃竹子来缓解自己的尴尬，并且吃白天吃晚上吃，其他小熊都睡了他还在吃，结果导致小伙伴醒来都没有竹子吃。最后大家为了不饿肚子，只能无奈半夜起来跟萌兰一起吃。如此可爱的萌儿，难怪会成为无数猫粉的心上熊。好好的国宝不当偏要当村主任，大熊猫真真的熊生有多奇葩？真真是高高和白天的第3个孩子，而高高就是那个3次被放归野外后狂奔400公里也要考编上岸的大熊猫。最后他也得偿所愿，成功混上了编制。真真不愧是高高的女儿。考虑到她是野2代，加上各方面通过考验，2018年熊猫基地把真真放归野外，希望她能好好发挥个熊魅力，在野外勾引一只男熊成功引送回来。结果他倒好，出门前心里想着男熊，出门后彻底放飞了自我。临走前，奶爸奶妈交代的正事全都抛之脑后，甚至多次扯掉脖子的定位项圈，独自在外面玩得忘乎所以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最后真真竟直接玩起了消失，这可急坏了基地的工作人员。为了找到他，差点跑断了腿。要知道高高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考上编制，难不成真真这是铁定了心要脱离国家编制？正当基地工作人员发愁的时候，人家真真倒好，竟大摇大摆跑到村民家蹭吃蹭喝，挨家挨户串门扫荡每个角落。这姐们甚至还在农田里视察，看得出她很爱惜粮食，地里的大白菜都不舍得采一下。这时有村民提议要将她关进牛棚，谁料立马招来反对，表示这可是国宝，要请到堂屋以示尊重。你不关进关啥子贼哦？要朝我腿咬我！而看到村民们对自己如此热情，真真也不打算走了，准备留下来当个村主任回报大家。正当差的村主任眼看地位不保，赶紧给基地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把小祖宗接回去。就这样，真真的野培计划彻底宣告失败。无独有偶，真真的姐姐苏玲当初也在野外待过，但最后因为贪玩，直接取消了她的野训资格。据说苏玲在野外只顾着自己上树蹦迪，经常把仔仔单独留在洞穴里，导致小家伙每天都是饿得嗷嗷叫。最后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，只好连夜把他们接回了基地。从此以后，高高的后代就被拉入野培黑名单。不知道工作人员是不是对高高有怨言，从而迁怒到了他的女儿真真身上。
竟给人家的孩子一个起名叫真厉害，另外一个叫真不高兴。只能说高高这一家子都是奇葩小熊。大熊猫到底什么时候偷偷掌握了人类语言？当谭爷爷喊花花快点回家时，听懂的小家伙立马加快速度。好的，好的。而当花花上体育课时，女明星站累了想休息一下，但谭爷爷一叫她又马上就起来了。如此软萌可爱又懂事的花花，难怪会被爷爷夸是最乖的小熊。谭爷爷带的小二班每次开饭时，5小指都会乖乖坐成一排，还会跟游客一问一答无障碍交流。叫好像是朱鱼在叫，是你在叫哈？你在叫啊，乖乖。是朱鱼的吗？当游客提醒小叶子的坐姿不正确时，听懂的他立马昂首挺胸，乖乖坐好。可以，不要驼背，可以真乖。这天，将爷爷当着福宝的面隔空表白爱侣。来吧，让你편이야，福宝参与가는 얘기 좀。结果福猪猪不光听到了，还听懂了。福宝못 들었지？吃醋的他立马跑到爷爷面前，对着小树苗来了个侧滚翻压制，任凭对方怎么阻止，福宝就是不听。나무！程大妈妈每次被发现偷懒带娃后，奶妈都会让她把仔仔抱起来。程大不仅听懂了照做，而小家伙似乎知道救兵来了，嚎啕大哭。有时候被吐槽中的他干脆摊牌了，把孩子往地上一丢，自顾自的去喝盆盆奶。此外，程大妈妈还总是喜欢把孩子当抹布，勤劳的她叼着仔在屋里一顿拖。每次美奶妈看到脏兮兮的程浪，都忍不住吐槽：“我都想抱你去，我好嫌弃你。哎呀，我的帕子都黑了，这个，我啥子妈啊？程大妈妈，程大妈对你干了啥子事？亲你好像擦不干净了。”而小家伙也似乎听懂了奶妈说的话。当得知自己洗不干净的那一刻，程浪惊讶地瞪大了双眼。当熊猫吃完饭舔手，结果被游客当作反面教材教育小孩。听懂对方说自己邋遢的他，立马放下小手。妈妈，这个像那么大的孩子是手手。这是邋遢熊，不能说。听懂了，他有点懵，还有点生气，姑姑你好搞笑。不仅如此，能够听懂人话的小熊，还可以在奶爸的指挥下安全下水。倒几下，翻一转，翻嘛，钩子翻下来嘛。对喽，多抱的嘛。如此软萌可爱、通人性的大熊猫，谁看了能不喜欢啊？眼前这只长相潦草的小熊叫金宵，又名恭喜，是工商银行家的大小姐，于21年7月23日出生，正值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际，因此成为了新一代的奥运宝宝。金宵最喜欢的就是和轮辉、雅颂一起挖煤，并且每次3小只都十分卖力，最后一个个把自己滚成小煤球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眼前的是黑熊精，每次谭爷爷看到都是两眼一黑，欲言又止，心想洗不完，根本洗不完。只能说奥氏煤团真的是后继有熊啊！有时雅颂和轮辉会消极怠工，肖老板就独自挖煤，并且他还非常有职业操守。每次为了多挖点煤，都会故意在水池里把皮草大衣弄湿。金宵的妈妈是野生大熊猫昭美，于2014年被救助，当时昭美的浑身滚满了泥巴，脏兮兮的像个泥猴一样。看来金宵爱挖煤的属性是遗传了妈妈。有了编制后，昭美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一跃成为了基地有名的白富美。昭美是典型的平头美女，脸超级圆，毛蓬蓬的，眼珠子总是滴溜溜的转，有名的表情包大户。她还因长相酷似冯巩老师，直接入了冯氏族谱，改名冯昭美。而金宵的爸爸正是阿宝，就是前几天耳朵被7仔咬成斑兽的熊熊，并且阿宝也是只从野外被救助的大熊猫。金宵还有一个哥哥叫金宝，长着一双的大大的炸毛耳，辨识度超高，还被网友戏称输了2条冲天辫。只能说这一家4口真的够火热的。而金宵作为纯正的野二代，实力自然是不容小觑，最擅长的绝活是徒手攀爬绳索，在其他小伙伴都够不到绳子上的苹果时，金宵却能够灵活地挂在绳子上吃到。不过萧公主小时候的战斗力还略显逊色，当金宵跟轮辉干架时，她抱着灰灰的头又咬又转，轮辉则一直按兵不动顶住金宵的伤害。等到对方技能用完后，轮辉直接开打，咬住金宵的脖子把他推下木架。长大后的金宵战斗力直接爆棚，
当多多不小心惹怒他后，萧公主立马爬上木架，利用地形优势展开对多多的攻击。只见她先是给了多多几熊掌，又一直用脚踩对方的大脑袋，最后被金宵狂揍的多多完全懵了。此外，金宵还是小二般的纪律委员。当看到小伙伴围在一起打群架时，金宵径直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一熊一个大耳刮子。不愧是工商银行家的大小姐，凶狠话不多。